世界10大沙漠之一，中国最大沙漠中心塔克拉玛干沙漠不仅藏着一个2万人口的小镇，中国铁路也在此修建。先来点真实的，埃及作为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和非洲人口第2大国，其首都开罗的人口数量与中国首都北京的人口数量差不多，但是其面积只有北京的1/5。众所周知，中国北京的拥挤程度已经是相当大，而埃及开罗的1/5的面积就要容纳与北京差不多的人口数量，人地问题简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之所以埃及人地问题这么严重，是因为埃及虽然国土面积比较大，但实际宜居面积只有5%，另外95%则都是全部被撒哈拉大沙漠所覆盖。埃及政府为了解决紧张的人地问题，决定将开罗的一部分行政部门迁出来，建一个新首都。随后，埃及住房部部长马德布利就对外公布了埃及要在未来5到7年修建新行政首都的计划。但是问题来了，埃及对于新首都建造一筹莫展，因为在沙漠当中进行基础建设非常困难，需要很高的建筑水平才行。放眼世界，隔壁的非洲兄弟自然是帮不上忙，欧洲的建造水平确实还可以，但是没有在沙漠建设的经验，而美国自己国内的基础设施都没搞明白，能够帮助埃及在撒哈拉沙漠上建造新行政首都的国家就只剩下了中国。中国的基建水平是闻名世界的，并且也有在沙漠建设的经验。就这样，中国与埃及签订580亿美元的新首都基建计划。中国的基础建设有多厉害，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而之所以中国能够有沙漠基建的经验，是因为中国有世界10大沙漠之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也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中心，世界第2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中国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心，整个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33万平方公里，整体气候环境十分严峻，平均年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这还是年平均降水量，全年最低降水量甚至只有4到5毫米，降水量少，但蒸发量高，平均蒸发量高达2500到3400毫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金字塔形的沙丘屹立于平原300米以上，狂风能把沙子吹起，形成几百米高的沙墙，所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并且在维吾尔语里也有着被诅咒的淹没在沙漠之下的城市的意思。而就在近日，全长825.476公里的新疆河若铁路顺利通过动态验收，距离今年6月开通运营又近了一步。新疆河若铁路也是世界上首条沙漠环线铁路。根据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业人士介绍，这次的动态验收的综合检测列车由轨道、电务、车辆等专用检测列车组成，按照时速80公里、100公里、120公里3个速度等级，对新疆河若铁路全线的平顺度、信号、通讯以及桥梁进行了动态检测。这次动态检测的结果非常好，通过这次检测可以证明已经初步达到了验收标准。下一步就是即将进入安全评估阶段，新疆河若铁路的开通运营也即将到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检测采用了配备北斗定位检测系统的 GJ6 型轨道检查车，这也是首次在新疆铁路上使用。GJ6 型轨道检测车可以通过北斗定位检测系统实时将路线的几何尺寸检测信息反馈到研究人员，然后对铁路细节再进行整改和完善。虽然中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十分强大，但是在沙漠这种气候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建设铁路还是十分苦难的。在建设期间也遇到了许多的问题。据了解，新疆河若铁路计划的总投资达到了221.5亿元，于2018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其中连接了和田市和若羌县，是新疆南疆地区沟通西北、西南地区的便捷运输通道。在刚开始施工建设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风沙十分的大，而河若铁路正是沿着古丝绸之路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修建，并且总铁路长度的75%都是如此，近630公里都是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地段，其中无论是地貌、地质、气候条件都十分复杂。45摄氏度的高温伴随着常年强烈的风沙，让施工人员根本无法展开工作。
而地质地貌的复杂程度也是想象不到的。俄若铁路途经高山、盆地、山地，地形变化十分夸张。北部就是塔里木盆地以及东天山的北山部分，东南部和南部就是青藏高原昆仑山的阿尔金山山地。高山巍峨挺拔，山势险峻，在这地区建设铁路根本非人力能够完成。还不止这些，我们都知道沙漠地区的温差十分夸张，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可以相差70到80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67.5摄氏度，夜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20摄氏度，属于典型的大陆温带干旱半干旱地区。全线受风沙影响的段落有409.19千米。正是在这样的气候恶劣、环境险峻的沙漠地区，中国完成了一条800多千米的铁路。要问为什么中国要在沙漠地区修筑一条铁路，那是因为在这里生活着中国的人民，哪怕环境再恶劣，建设再艰难，也要让这里的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能够与外界获得沟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和田市和若羌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还藏着一个2万人口的小镇，这个城镇就是塔中镇。塔中镇是中国唯一的沙漠小镇。这个沙漠小镇顾名思义，大部分都属于黄沙的范畴，真正人为建造的房屋面积只占整体面积的10%不到。因为人口不多，房屋建筑也少，所以在公开发行的地图和书籍上都无法查找到塔中镇的具体国土面积。为什么说塔中镇特殊？因为其地理位置就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正中心，这也就导致了塔中镇常年受到风沙威胁，并且每次的风沙自然灾害都特别严重，炎热干燥，昼夜温差巨大，自然灾害严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塔中镇仍然生活着近2万人，而这里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此正常生活，就不得不提到沙漠里独特的治沙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绵延着几百公里的公路，而公路有多长，其道路两侧的梭梭树和固沙用草方格就种植了多少。正是因为有着这些道路两旁的绿色植被，才能让绵延几百公里的公路不被沙漠吞噬。也正是这些绿色植被形成了在沙漠中的绿色生命长廊，而这一切都是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的双手所创造，这也是塔中镇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沙漠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水从哪儿来。据了解，塔中镇人民的生活用水有一部分是从外面运进来，这也得益于公路的建设，另一部分则是由塔中镇唯一的一口水井提供。这口水井也是塔中镇的生命之井，就好像是上天眷顾一般，在沙漠的正中心有一口水井。塔中镇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死亡之海，一个是生命之城。这里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以顽强的精神在此生活，但很快这些情况就会得到改善。河若铁路6月份的正式开通，会为塔中镇的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了与外界交流的通道。依靠这条铁路，国家和政府在未来会对塔中镇进行更好的建设，人们的生活也将得到巨大的改变。